我跟我女朋友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特别戏剧化。当时他没有带公交车费，我替他付的，然后他很感谢我，问我要了电话号码。慢慢的我们就走到了一起了。我男朋友这个人啊，他就是太热情了，对人都特别好，招惹上很多小女孩给他打电话。再后来，更让我生气的事情发生了。我上大学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是被我的同学把他抢走了。现在他又出现在北京，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其实我很喜欢你，我挺爱你的。我希望你能信任我，能给双方彼此一点空余的时间，不要再逼问我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世间真有那么巧合的事吗？曾经抢走自己男朋友的人，现在又要来抢现任男友。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样一对主人公，来，掌声有请他们，有请。男主人公肖凡，26岁，来自江苏，平面设计师本科，年收入5万。女主人公亚楠，来自江苏，26岁，公司职员本科，收入不定。来，有请两位，有请。我看这个小片的时候有一个感觉，你们的爱情大概用巧合来说，特别确切。在公共汽车上面怎么就认识？他没零钱，你们就认识了？对，他当时没零钱，但是很多人在那围观。当时我在车上特别尴尬。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到所有人都在看你，看你的笑话，但是当突然有个小女孩非常热心的给你付了那1块钱之后，那个感觉根本就不一样。在你为别人围观的时候，有人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你拎了出来。对对对。谁先跟谁通的电话呢？我先跟他要了电话，然后我说找时间，请他出来吃个饭，我说谢谢他。然后后来打电话给他之后，他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第一次见了面。在约会了几次之后，两个人就决定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还应该是那次最感动的时候吧。什么时候？什么事儿？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他说，我们去逛街吧。然后他带我直接奔了商场进去，然后他就去那家保暖内衣店，然后他就说，我记得你喜欢穿这个颜色。他带你去内衣店？不是保暖内衣。不是内衣，你去掉2个字不对了。保暖内衣店。秋衣秋裤啊，秋衣秋裤。秋衣秋裤，你这么说就明白了嘛。这浪漫吗？然后就是我当时很那个，我说你怎么会带我来这里？他说因为你爱漂亮，但是会穿的很少，我真的怕冻到你。可是我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没穿秋衣秋裤的呢？这是。你看我今天穿秋衣秋裤了吗？不是，因为女孩子她冬天的时候就是穿那种打底裤啊什么的，我一看就是特别薄，然后她又感冒，然后我说了她好几次，然后她还不听，然后我就偷偷的看着她喜欢什么颜色，我就自己先去市场先看了一下，然后那天我就假借我说我要买衣服，带她去市场。就是那个时候你已经决定要追她了是吧？对对对对。那一定谈起恋爱来很温馨哈。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看小片里就说到了，因为这个人太好，所以特别招女孩是吗？他怎么个招法呀？然后他们公司同事也会经常给他打电话呀，还有发短信什么的。他只要是我要跟女孩子讲电话，哪怕是我妹妹，他都要问是哪个女的给你打电话。只要是女的就不行。他不分年龄，只要听到一个女的声音，他就凑过来听，然后是谁？只看性别。对对对对。那他会查你的手机短信什么的吗？会。我这样有错吗？周老师，他这样有错吗？有，这叫窥探隐私。不是，那是他先背着我打电话的，他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听，或者是告诉我呢？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是有一个习惯，我就是接电话就不自觉的就好像要避开人群，就到后面去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这样不让人疑心吗？这样不会让人怀疑吗？你以前男朋友就是因为这个？之前那个男朋友他是我初恋，
他当时也很喜欢我，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慢慢疏远我了。我去找他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正好看到他，他却牵着另外一个女孩的手。他没跟你说分手，就牵了另外一个女孩的手。等于你来北京是为了逃避爱情伤害是吗？有一部分原因吧。啊哈，因为第一个太放心了，所以怕第二个重蹈覆辙，你就开始看了是吗？你有没有干过那种事儿哈？人家打个电话来，你就会追回去打，问人家怎么回事？你有过吗？有过。我同事第二天跑过来质问我，他说：“你女朋友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联系了。”哦，弄得我很尴尬。我觉得最出乎我意外的，在看你们资料的时候，你现在怀疑的对象，就是你撬走你前男友那个女孩子是吗？你是怎么发现的？我们好不容易平息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又有人给他打电话，而且是晚上，好像聊得还挺投机的。我响电话我就问他，他是谁？他刚开始不理我。后来我逼问他，我说你如果真有能耐，你就告诉我你是谁。他告诉我。我当时愣在那里，然后随即我有骂他。你还骂了人家了？就是听到了一个近似的声音和一个一样的名字，你就骂人了？你见过这个人？已经很确定是他了。哦，你确定了哈？对。哎，这很奇怪，为什么他就喜欢你的男人呢？我不知道，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狐狸精，我也不知道怎样形容他，他就是一个喜欢抢别人的人。他不喜欢看到我幸福，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这比电视剧还强。我觉得他整天都在胡思乱想。我跟我那个同事哥们儿去酒吧喝酒，然后认识了一个酒促小姐，她白天做那个什么保险就是大家都互留了电话，他可能觉得我是潜在客户吧，他就一直打电话给我。你也挺逗的哈，逮谁给谁留电话。不是这意思，就是我这个人比较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我觉得。哦，那这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吗？跟他说他不相信啊。买保险的时候白天也可以说呀。哎，他就怀疑特对，为什么他晚上给你打电话？他应该白天促销保险啊，晚上促销酒啊。其实我这么说吧，就算他对我有意思，我对他也没有意思。我没办法相信。下面我们要听一听专家老师对这一对恋人的一些建议和指导。来，进入我们的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于老师。其实最大的威胁不是第三者，而是你俩的关系。那与其说那个第三者来抢你的男朋友的话，不如说在这一次你的猜测到推你的男朋友往对方那方向去了，助其一臂之力。因为一个可以理解的心理的怪圈，导致了他把男朋友往外推。对，实际上呢，你想的是保卫。但你做出的行为却是在向外推。还有相反，另外一点，总是晚上10点左右女孩给你打电话，你明明已经有了一个相恋的恋人还在一起，10点过一个女孩给你打电话，你应该说不好意思，我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我们都快睡觉了，你要不你白天给我打。这种拒绝的话，你至少可以说，或者你委婉的去说一下，安排一些时间。为什么老是女孩10点过给你打电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你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同事或者跟朋友之间、同学之间。晚上就很好的朋友，红颜知己，就是你有几个红颜知己？就是那如果亚楠带一个红颜知己，每天晚上10点给他打电话，你觉得行不行呢？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暧昧的关系或者怎么，所以我愿意在他面前接电话。OK，但是你要想到，你这个女朋友是曾经受过伤害的，这个伤对她来讲非常的深。如果你真的出于保护她的话，你应该去体谅她，应该去安排你的时间。往往初恋当中，女人付出的永远比男人多。对吧？这你统计过哈？我这大部分都是如此，是吧？犯错的情况下，男人也比女人要多啊。所以说那句话说的实在没错，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我们男人以为他们不知不觉。所以我要对男方说，不想让他听电话，不想让他查电话，没错，是需要一定的空间。但是谁让你找了一个原来受过伤的女人？周老师说的没错。你既然爱一个曾经受过伤的女人，你就要包容她，没有办法，你就要付出的比普通谈恋爱的男人要付出的多。第二，
经常跟别的女孩子之间出于一种礼貌也好，帮助也好，这也没有错。但是男人的软肋就在于喜欢怜香惜玉啊，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向男人示弱啊，所以男人很多不知不觉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会造成对方的误会啊。你这是在开脱哈？什么？在给男人开脱啊？我就说男人是在感情这个问题上确实做的不如女人。说实在的，很多女人现在情感出轨也好，有多半成分是因为受过男人的伤。确实是这样。然后亚楠，我想说2点的是，第一，那个古老的故事你也听过啊，就那抓沙的故事，抓的越多漏的越多，不要刻意的去把握爱情。第二，女人天生的使命就是驾驭男人，而且爱人是需要有一定的本事的，你的本事就体现在于让你爱的人爱你，这就是你的本事，而不是靠查电话。我有一个建议，男方，如果你确实要跟他在一起的话，有一个屡见不爽的方式，你查你让他查，你每天下班主动把手机交给他，但查不出什么东西，他就不会查。久而久之，他根本懒得查。你每次主动交给他，来，亲爱的，下班手机交给你，你查吧。你看他查多了有劲吗？对啊，老师说的没错。自己不做亏心事儿，你怕什么呀？这大概是萧凡现在心里最重的一个结，这也是亚楠最重的一个结，这是双方不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冲突点。那么作为他们的亲戚和朋友，对此是怎么看的呢？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踏浪旁观者清。萧凡今天是舅舅来了是吧？对，我觉得他们2个人性格不合，你发现没有？就是我这个外甥站这儿老听老师的，低着头不说话，而我感觉这个女方就比较强势。哦，这不是正好互补吗？他弱一点，他强一点。但是我会担心我的外甥他会以后被欺负不开心，那么他不开心呢，相应的亚楠，咱们就从亚楠说他也不会幸福，2个人都不会幸福，所以我好。我们先听，把您的观点放在这儿，一会儿再来讨论啊。现在让我们接听亚楠妈妈的电话。喂，你好。你好。阿姨好哈。现在亚楠和萧凡都在我们这儿，您女儿亚楠啊，经常这个对小萧有些怀疑，这事儿您了解吗？这个我知道。那您怎么看这事儿呢？亚楠的性格是不太好，但是行点挺好的。我看着男孩挺好，我喜欢。哦，您喜欢哈？他要真跟女儿分手了，您会难受吗？我不干涉，他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办吧。好吧，那就谢谢您阿姨。我希望他们能在一起，但是他们事情自己处理。好，谢谢，再见。2方家长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好像挺喜欢你的哈，他们一家人是吧？舅舅有没有什么条件是说，比如说亚楠像他母亲说的那样，其实人家心挺好的，是个好孩子。这一点上我不怀疑他们但是不见得2个好人就生活在一块就能幸福。那您觉得小萧做的就都对吗？明明有了女朋友了，还要跟同事那么晚打电话？因为他这是闯事业的阶段啊，他需要用我们我身上一个话讲，人脉就是资源。同样是总经理，有些总经理是没有那么多应酬的，生意照样做得好；而有些总经理一天到晚男盗女娼，生意一天天滑落。人脉是资源，不错，但关键是不一定是这样去掌握的。我就想说一下，澄清一下，打电话给我的不只是女孩，男孩也有。但是他只是特别纠结于女孩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不分，就交朋友不分男女都交，但是他就特别在乎女方那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3点钟晚上有一个男的打电话给他，我不相信你心里不会有一点异样。就即使你再宽容。如果你没有，只能说明你压根心里没有他。反正是路边的菜，谁爱谁去摘。你说呢？这样吧，咱们把最让你刺激的人的这个电话接进来哈，能这个心平静气的跟人聊会儿天吗？那女孩子怎么称呼？小萧？小雪。啊？叫小雪。小雪是吧？来，我们接进小雪的电话。喂，你好。喂。是小雪吗？是的，请问您是？这里是爱情保卫战，你的一面之缘的一个朋友萧凡，和他的女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有些事儿我想跟您了解一下，你看可以吗？好的。跟萧凡熟吗？还行吧，普通朋友。小雪，你认识一个叫亚楠的姑娘吗？认识。
大学同学。亚楠跟我们说，好像过去你们俩之间还有点小恩怨是吧？她抢人男朋友，她不要脸。啊？没有，其实完全是她误会。我给她男朋友打电话是为了工作上，是为了推荐保险。哦，你对小肖没有什么意思吧？哈？没有，我们就见过1次面，都只是在电话里面联系而已。普通朋友有半夜打电话的吗？你刚才好像我没听错的话，你说亚楠说你抢走了她的前男友，你说那是个误会，确实是个误会吗？对。也就是说你跟她的前男友没什么关系是吧？有关系，我们曾经在一起。啊？是因为他们俩性格不合，获得初恋跟他说分手之后，我们在一起。哦，你能告诉我你喜欢男孩子的类型吗？我喜欢，比较幽默、稳重。稳重啊，这比较像于老师啊，还有吗？那好，谢谢你小雪，谢谢。这个肖凡好像不属于幽默稳重型的哈，你觉得他属于吗？有时候也有点吧。啊，这个节过不去了是吧？没有，我不想和他分开。啊，刚才舅舅说的话你听到了吗？听到了。那也算一个长辈的建议，对不对？是吗？想一想，然后你们要进入到一个真心表白的一个过程，时间很短，只有60秒。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小娇，亚楠，我今天想跟你说，其实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你，很爱你的。我一直想到你对我的好，所以我迟迟没有表过我的态。但是今天来的唯一目的，我就是希望你不要再给我太多压力了，我有点承受不了。我希望你能改正掉你自己的一些坏脾气吧。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冷静一下，想想自己的未来。我只想对他说，我希望他像当初那样对我好。我也希望只拥有他对我唯一的爱，我不希望他对任何女孩子都一样好，那样我会受不了了。你说完了。没了。好，请你们回到原点，好吗？谢谢。来，请关门。现场的观众，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看好他们这段感情吗？来，请选择。现场有61.11%的观众朋友选择了订婚。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5、4、3、2、1。请开门。Say goodbye, say goodbye, 试探。3位朋友，有没有话对他说吗？小南，不管是第一次的分手，还是今天的这个结局，都是你们不合适而离开了，不是别人抢走了。所以今天我希望你来的地方有所收获，爱，但需要爱的艺术和爱的方法。希望你未来会掌握这个度。谢谢老师。真的。